西！去你丫的！黑人选手太嚣张，竟敢在称重仪式现场恶意推搡中国小伙。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小伙本想心平气和的与其理论，没想到黑人选手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进行肢体挑衅，不仅当着所有人的面猛踹中国小伙胸口，甚至做出了抹脖子动作，威胁中国小伙明天死定了。当然，这家伙已经不止一次做出如此嚣张恶劣的行为。早在1年前，黑人选手就对中国拼命三郎王顺利推搡吐舌挑衅，并且扬言，不管是拼命三郎王顺利还是死神方便，他都照打不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先不谈这家伙的职业战绩，单是这副嚣张样子就特别欠收拾。终于在一番努力之下，中国猛将王卓成功闯进了当晚的金腰带总决赛。面对黑人选手3番5次的言语肢体挑衅，王卓当即立下豪言壮语，今天必须要让对手品尝一下挨揍的滋味，顺便要将黑人选手赶回非洲老家挖煤去，只有这样才解心头之恨。要知道，此时的王卓年仅18岁，就已经在搏击擂台上参加了24场比赛，17次 KO 对手，足以彰显王卓敢打敢拼、无所畏惧的强大实力。从这里，小编就足以相信非洲小黑子今天会体会到职业生涯最惨痛的挨揍经历。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卓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黑色拳套就是中国猛将王卓，白色拳套就是非洲选手姆巴佩。姆巴佩为何会在比赛发布会现场做出如此过分的行为？那是因为这家伙身披3条含金量极高的非洲金腰带，尽管身材矮小，也无法阻挡他来中国捞金踢馆的决心，并且单从屏幕中，大家都被姆巴佩的一番行为气得咬牙切齿，更别提作为当事人的王卓，肯定憋着一肚子火，只想狠狠暴揍对手，为国争光。比赛的状态是比较慢的，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用自己重拳重击，想要在第一回合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其实在称重仪式上来说的话，姆巴佩还是很具有这个表现力啊，然后对这个王卓推搡搡的，但是王卓今天对吧，咱们话不多说，擂台上见。对，其实在对于选手来说的话，减重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课。王卓正在利用自己的身高臂展优势压制姆巴佩，试图在首回合尽快结束战斗，拿下胜利。甚至连续打出的拳脚都吓得姆巴佩慌忙逃窜，根本无法还手，并且姆巴佩在台下有着保镖撑腰，一直在挑衅王卓。但是今天一旦来到擂台上，就算神仙也难以拯救他挨揍的命运。把对方踢开，不让对方近身，策略没有问题。再来一个中扫腿，变线踢，再加上后直。对方的话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哎呀，这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很典型的散打动作啊。然后对对方的一个肩部啊下劈腿进行这个沉重打击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应声倒地的。两下进攻之后再来一个膝撞，前手摆后手直勾拳，有一点效果，蹬腿，对方接腿的话没有更多的动作进行这个配合。刚才这一下还是非常有效的，明显的进攻优势。根据双方表现来看，王卓的压迫式进攻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不仅从心理上威胁姆巴佩进行主动进攻，并且王卓总能在姆巴佩出手的瞬间打出精准重拳，还以颜色。如果姆巴佩还是处于这种被动挨揍的狼狈场面，那小编觉得2回合下来，姆巴佩肯定会出现被击倒读秒的情况。变态拳的扫腿都不轻。蹬腿没有任何效果啊，没有距离，打不出来。所以说王卓就是以逸待劳，控制好距离，自己很舒服的能打到对方，对方的话攻击不到自己。明显上面身高臂展的优势，打控制漂亮，击下打上，勾拳击腹，然后再来摆拳击头。最后的10秒钟，鞭腿击中对方的一个肋部位置，对方也是换架，后手直拳2下都有命中。呀！比赛来到第2回合，经过首回合的对决，小编都开始怀疑姆巴佩的金腰带是不是在哪买来的。就这样的总体实力，换做任何青年选手都能吊打他，更别提王卓是一位实力出众的散打猛将。无非就是王卓的脾气好，才让他撑过了第1回合的狂轰乱炸。那要是王卓认真发力，肯定能让小黑子乖乖回非洲挖煤去。对方说，虽然我倒下，但是我气势不能输，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
王卓后手重拳，再来鞭腿，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就在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将对方击倒了。后手摆刚好命中耳根，再击打腹部。第2回合已经过半，王卓的进攻攻势相比较上回合已经加强了不少，连续的组合拳衔接顶膝，总能将比赛点数拿捏在手中。眼看正面打不过姆巴佩，决定玩小动作拖延比赛时间。王卓仅仅是轻轻一脚打出姆巴佩，瞬间跪坐在地上。要知道，被击倒读秒是要扣除比赛点数的。姆巴佩的教练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在台下大喊：“赶紧起来继续比赛！”这种无意义的扣分，就是在丢非洲选手的脸面。能不能够继续进行比赛呢？姆巴之后如果可以继续的话，比赛可以持续进行。他这边的裁判自己的一个教练团队啊，也在跟姆巴佩进行商量，是否要抛白毛巾，自己示意还是可以。后手拳。还有没有低扫？王卓的打击的点位还是非常多啊，频率非常高，漂亮击斧击撞，再来这个位置，对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可能要2次读秒了。对方的防守已经完全被打断，但是他还是很坚强，运用搂抱把这一轮的攻势给缓解下来。但是王卓会放过你吗？我感觉王卓还可以继续进攻。再来后手直拳命中腹部，再来。这个重拳都是非常有力的。到现在为止，姆巴佩的脑袋上与腹部已经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击重拳砸击。再次，小编也不得不承认，姆巴佩这家伙的确很抗揍。就算频繁挨揍，姆巴佩也不会举手投降放弃比赛。毕竟今天来中国捞金踢馆的机会来之不易，一旦自己放弃比赛，很有可能会被连夜送回国。对方已经完全被打虚了，姆巴佩节节败退，后手重拳。还有没有刚才将对方击倒读秒的一个效果呢？对方的出拳的动作也是变得异常的缓慢。啊，还不忘了表现自己啊！姆巴佩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去表现自己的选手，为我们的比赛增加了不同的气氛。当然，我们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对不对？让我们给王卓加油！转身后摆腿。王卓压制到对方，贴近围龙边，顶着对方打，这个位置很好输出。对方的防守几乎等于没有，报价已经拿低了，体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但这回合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呀。再来膝撞，很漂亮。最后的10秒钟。好，王卓选择了放过。比赛来到第3回合，王卓到现在为止已经拿到了绝对比赛点数。姆巴佩想要获胜，只有 KO 才有机会，否则打满3回合肯定是王卓拿下比赛胜利，并且王卓还在持续的进攻叠加伤害，就是在等待姆巴佩撑不住昏倒在擂台上。迎击拳也是打过来，但是距离不够，再来前手摆拳已经开始乱了。姆巴佩，哎，漂亮，这个中段扫踢是有效果的。再来一次，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重拳？刚才的摆拳击斧、后手直拳击斧都很有效果。哎，古井膝撞。那比赛里边的膝是只允许1次啊，不能够持续连吸。王卓又降缓了自己节奏。姆巴佩此刻已经彻底沦为中国猛将王卓的训练沙袋，连续的后退防守已经让姆巴佩出现了畏惧摆烂的心理。王卓今天的目标并不是打满3回合，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KO 对手拿下最终胜利，这也才能彰显中国人的强大。并且今天的比赛胜利奖品可是含金量极高的金腰带，王卓更有绝对的义务暴揍非洲小黑子。又再次倒地了，要赶紧起来啊！如果不起来的话，直接被读秒了。第2次读秒，一场比赛的话，总共会有3次读秒，他经过2次读秒了，再读秒的话就直接要终止比赛了。还有没有机会呢？其实感觉刚才那个摔了一下，并不是一个重击，而是对方的体能出现下降了。再次扫腿，反过来了。姆巴佩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反击的一个动作呀，一直都是在被动挨打。下劈腿又来，想跟进，但是王卓已经把距离拉开，双飞踢。1、2、3、4，再来一次转身后摆腿，最后的10秒钟，还有没有 KO 的可能性？
冲击，在对方近身的时候一个袭击的迎击。最后的几秒钟了，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节奏？哇，整场比赛打完，最后公布比赛结果，王卓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王卓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